蛋总好，见字如面，又来一个。我昨天早晨在高速上发生了车祸，在大卡车剐蹭之后，侧滑甩尾将近180度，最后因为护栏的摩擦力停在了应急车道上。事情发生到现在，我一直有些恍惚。吃巧克力镇定一下。一直回忆我甩尾时，车里被大卡车的车灯照得很明亮，我想该不会要翻车吧。当时的我似乎没有情绪，直到刚刚我才明白，我在毫无办法的等死。那时的我没有任何能做的，只能瞪大眼睛等待命运宣判。我从车里下来后，拿出三角警示牌放好，穿好马甲，跨出护栏，爆发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哭泣。你真是一个好司机呀！我那天看，我这人虽然没有驾照不开车，我就那天看一个这个高速上那么多辆车连环追尾，我就服了，就没有一个人说拿出这个三角警示牌穿好马甲的。你很优秀，我虽然不开车，但我真的我希望这个世界上的司机都像你一样。你看这孩子闹心成啥样啊？都是先拿出三角警示牌放好，穿好马甲，跨出护栏，爆发有史以来最长的哭泣。我真切地意识到我刚刚离死亡有多么近，意识到我多么的想活下去。昨晚我念《金刚经》，我读到第3品，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有色若无色，若有想若无想，若非有想非无想，我皆令如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我大哭，那种心境很难描述，像小孩回到了妈妈的怀抱。哎呀，这大难不死，这还给你撞开悟啊！油门一踩，这叫什么？侧滑甩尾，直接把你甩进了佛祖的怀抱啊！啊，朋友，恭喜你啊！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直接一个甩尾给你甩进了释迦摩尼的怀抱。我是个对自己很苛刻的人，想做到最好，想别人都觉得我很厉害。车祸之后，我像袭人被宝玉踹了一脚，幸好我这期看《红楼梦》了，我要不我都不知道这典故。但是你这个典故对吗？袭人被宝玉踹一脚，我怎么记得是宝玉那个耍混蛋，然后一开门他不知道是袭人，要给他一脚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我记得是这么个情节吧？他不知道宝玉在那什么，说平时就是对你们太好了，怎么现在连一个应声的都没有？大概是这个他有点那个是吧？发急，然后没想到一脚踹到了袭人身上。还引用了一句：“不觉将素日想着，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。”哎呦，这车祸给你真是，哎呦，这佛祖报完，曹雪芹再报会儿，你太幸福了呀！不觉将素日想着，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。不过这灰心并不是因为气馁，而是因为醒悟。又来了，我像孙悟空被菩提祖师敲头3下，心里有什么东西通了。哎呦，这4大名著引用2个了，巧了，这个孙悟空被菩提祖师敲头3下呢，来自《坛经》六祖坛经那个慧能的故事。妙就妙在这个典故，我记得《红楼梦》里也引用了啊，我记得里头也讲了展开讲了讲，好像是谁，黛玉还是谁讲的。我好像被撞开了一扇门。有这个，咱们这儿有小红学家吗？宝钗讲的啊，你看还是有小红学家。
亏我看，这看《红楼梦》还是有好处。不是说现在看这些不发懵了，哎，我就是没看进去。我虽然看，我是看了，就是算了，我怎么又说上我好像是被撞开了一扇门，从一个想做到最好，在意外界评价的人，变成活着就行的人。很多之前会内耗的事情，现在我丝毫不在意了。这2天我时常会想，我差点死了，我在乎这干啥？对，太好了。祝大家一切平安，祝大家珍惜生活，替大家试过了，死神很可怕，咱们要好好活着。好的，谢谢你，你辛苦了。感谢大家啊，挺好，这挺好，人有这种濒死体验，大彻大悟，挺好，挺幸福的，真的很好，很恭喜，很恭喜，太好了，活着比啥都强，好好活着。看书看不进去怎么办？就别硬看啊，是吧？我是很少硬看，我实在是这个《红楼梦》，我每年我都得鼓起勇气了，是吧？我确实是看了。我说的看进去，不是说我就看下去和看进去两件事。我看下去了，我看了啊，我只是没有就是沉浸进去，就是那种钻进去，感觉哇，就没有那种感觉，只是看进去，只是看下去。我会努力的，我必须给他看进去。每年努力一次，但平时没必要，也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说那么多书值得你非看不可的。好巧不巧，《红楼梦》好像就是一个这样的书。哎，所以其他的就是随便吧，就是看不看得都行，大部分书。大爷你好，我跟你分享一个开心的事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了，恭喜！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空间，恭喜啊！是的，我在家没有自己的房间，现在家里只有2个卧室，我爸妈一间，我和我弟一间。小时候是和弟弟一起睡大炕，后来我上小学开始就一直住校，小初高大学都很巧，住的都是上下铺，算起来我真的住了好多年上下铺啊，哈哈哈！大学偶尔放假回家就睡家里沙发。我寒暑假一般都会去兼职工作什么的，也不会住很久。后来家里在县城买了房子，2室。当时我弟上高中，我在外上大学，所以那个房间大多是他住。不过我放假回去也会一起住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俩都大了，睡一起也不好，我就睡沙发了。我和我弟都会抢沙发睡，互相谦让。后来我工作了，单位提供宿舍，但是是6人间上下铺，因为刚工作，单位地点比较偏，租房子真的不方便。最近单位换个新的办公地点，都要搬了，然后我就不住单位宿舍了，因为又是上下铺，4人间，我真的和上下铺太有缘分了，我要租房子。通知我妈并驳回了她的反对意见。一是钱，因为单位的宿舍是免费住的，但是租房子需要花掉工资的1/3。我现在工作1年多一点，刚还完了一部分大学的助学贷款，还没有全还完。我妈就觉得要省一点，单位就先住着吧，攒攒钱买一个小房子。以后啊，2是担心我一个人住安全的问题，我会自己小心的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些实现都很远，我等不及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过不好现在，以后也未必能过好，所以还是现在的幸福最重要。就果断租个自己满意的小房子，家里人反对无效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有阳台，附近有商场、超市，都很方便，并且只有我自己。我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人会搞脏。下班可以做点自己想吃的，简直是太幸福了！和大家庆祝一下，我终于离开上下铺了，恭喜你！祝小卖部大家都能健康平安。最近我还有一个新的目标，就是从现在起，在我自己能力范围内，能不吃的苦我一口都不再吃了。很好。还有小卖部真的很好看，现在我自己住，可以一直放着声音看到下播，太爽了，太开心了。
这后面对吗？这后面这个表白我就不念了啊，这不对啊。表白我就那什么了，牛脆脆和虾脆脆都很好吃。祝小卖部越来越好，祝大家一切顺利，好呗。恭喜你，乔迁之喜，同事给人家那个送，喜欢吃啥？牛脆脆、虾脆脆啊，给他送点吧，牛脆脆、虾脆脆啊，感谢，恭喜你，一切顺利。太好了。我们还有2分钟啊，发波圈，朋友们，特别可爱，哎，特别好，读的人心情很好，对不对？这样不就挺好吗？香肠还可以，不干了，还1分钟发券了。这个营养成分表。你是看到表牌才心情好吗？你们对我有点信心啊！你把我往好处想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替他高兴。就是这种能量，一个人过上自己，说对他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事儿，但是你说放在人生的尺度上又来说，那就不是个很大的事儿。那你说人的幸福不就是这么着吗？一点一点的，这不就很好吗？活着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不住上下铺，给自己租个房子就可以这么开心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好不好，朋友们？不要天天要死要活的，好好活着吧。Top Player， 快把 ins 那个通票给弹一下，快！就是这种对生命的热爱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就那种特别感染人，让人听完了也觉得想好好活着，是不是？多好啊！蛋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想问一下，我怎么改掉我特别颜控的毛病？虽然现在看脸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，但我感觉自己有点过头了。我在生活中如果看见不好看的男生，我也不会有什么想法。但是只要想到如果是谈恋爱的话，长得不好看，我是接受不了一点。我已经8年没谈过恋爱了。这几年虽然我也有条件不错的男生追求，但是外貌确实不喜欢，导致我一点不动心。偶尔遇到心动的男嘉宾，要么有对象，要么就是啊。我生活的城市虽然是新一线，但是帅哥含量很低。你这个标准是吧？你搁哪？你搁那个老一线也低啊。1年看不到几个，你这个标准，你搁哪都低。你去那个哪吧，哪多呀？哪也不多呀。甚至平时走在大街上，很多成年男生还没有我高。我们公司虽然男生多，但长得不错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并且都结婚了。我也不是癞蛤蟆，想吃天鹅肉，因为我自己长得也挺好看。我觉得想找个也好看的男生不算过分，不算。我反思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因为前任的原因导致颜控晚期，他长得可以说是比较难评的程度。好看还是不好看的？听这意思是不好看的，被丑男伤害了。当时喜欢他也许是因为看上他的才华还有性格啊，完了被我们丑男伤害过。丑男和丑男也不一样啊，姐妹儿，完了，这是被丑男伤害过啊，这被伤害过。但是在一起期间，我容貌焦虑非常严重，他会时不时的挑剔点评我的外貌。你看，
咱们这个长得难看的，稍微咱们就是不是啊？咱们就你还点评上人家了，你还，比如说今天穿的显身材好，可以多穿，有点小肚子哦之类的。虽然我听他说这些话不高兴，但我第一想法不是怪他，而是开始审视自己。姐们儿，我觉得你不是颜控，你这个叫 PTSD。当时我年纪小，哎呀，都没有反应过来。现在想想真的非常蠢。虽然我知道看一个男生不能光看外貌，但是我发现无论怎样接触，长得不行，我真喜欢不了一点。尤其是看到朋友圈里长得不咋样的男生，女朋友很漂亮，我就更是破防。别骂了，感觉很不公平。那咋办呢？那咋办呢？男生想要谈个美女，比女生谈帅哥容易太多了。咋办呢？这世界就是这样，咋办呢？我现在也就是偶尔靠网上刷刷心动帅哥来确定自己确实还喜欢男生。喜欢一个人这种事没法控制，不然我也想修复自己这种 bug。但我知道谈帅哥不容易的，谈个人好的帅哥更不容易。你知道啊，原来，所以我该怎么克服如此颜控的毛病呢？评不了，利益严重相关，真评不了。严重利益相关了，姐们儿。无法点评，啊，说什么都是错的，好吧？我丑，我有罪，我没法说，我啥也不应该说。祝你幸福吧，自求多福吧你啊！这利益太相关了，没法点评呀。事儿就找个帅哥谈一下，然后发现呢，帅哥也不咋地，可能那个时候你心情就能好一点。哎呦，这个油刮个一手，太恶心了。没法克服。我那个喜欢找那个帅哥男主播那个姐们儿，让人骗头晕目眩。那可帅了，那一个比一个帅。啊，这是什么故事？咱们再整个这个情情爱爱的收个尾。这个好，这跟刚那个还呼应上。但你还记得前段时间那封嫁给有钱但不爱的人是什么感觉吗？没想到我也碰到了。还没结婚，还在纠结中。曾经的我，经常跟朋友说，
开玩笑，说自己就想嫁个有钱人，什么狗屁爱不爱情，我才不稀罕。从去年开始分手以后，我家里人一直给我介绍相亲对象，我是个非常挑剔的人，我长得还行吧，家境也还不错，我也自恋一下。卡通头像没看见，基本跟我相亲的都看上我了，但我都没看上。首要条件我目标很明确，我要找个有钱的。也许我的祈祷给上天听到了，某一天家里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年入100万的。相亲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1天的心理建设，只要有钱，人丑点、老点、矮点，怎么了？在我梦想自己要过上富太太的美梦的时候，那个晚上我们在一堆亲戚的注视下见面了。我是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女生，那个晚上我一言不发，跟刚刚那个只要帅哥真的呼应上。我迷惑了，我这么爱钱的人，好像此刻觉得钱也没有那么重要。因为他的外貌真的不尽人意，但是除了外貌之外呢，他孝顺、有能力、责任心强，谈吐也不错。哎，人呐，这不公平，有些人生来就是美貌的，而有些人长得就差强人意。这一晚上，这临结束了，怎么全是利益相关的？还行啊，我觉得没有太不公平啊。上帝那啥一扇窗是吧？是吧？那啥一扇什么？还行啊。昨天他约我吃饭，对我很满意，一见面又送花又送金首饰，但我没要，因为这个礼收了就等于我愿意跟他在一起。哎，他挺真诚的，也很大方。我想给自己一个退路，不愿意收他的东西。家里人都很满意，我妈说我嫁过去就等着享福吧。曾经我妈说让我一定要找个帅哥，不然我的女儿会很丑。此时此刻，他觉得那个人的经济弥补了外貌。要不说他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是撞过南墙后面醒悟的人呢。但我对于过来人的这些经验我没有经历，我只想抗拒。蛋呐，我现在好纠结呀。除了外貌，他其他真的都不错。其实以后日子也会好过的，对不？干啥又让我给你拿主意？利益相关啊？不知道。哎，我快疯了！如果有时光镜看看未来就好了。有时候想想结了婚1个月那么多零花钱，他出差我还不用天天见面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劝上了，姐们儿。这 PUA 自己给自己 PUA 上了，对不？不是挺好的吗？问谁呢？1个月就见10天，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吧。到底在问谁呀，姐们儿？哄谁呢？哄我呢？对不？也不用天天见面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吧，哄我呢？哎，我这一天叹气几百次，纠结中。想你别叹气了，你跟人家相处相处呗。人家不是只有钱这一个优点，你不是说他别的都不错吗？你跟他相处相处，先约会，看个电影，是吧？俩人往那个电影院一坐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如果有这种反应，可能是不行的啊。好吧，适应一下。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家里有啥。我这边是一面镜子，好吧，我的反应也确实是真实反应，好吧。